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6号，星期五。我们今天讲一封信啊，这封信我认为很重要，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封信看美国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制定和参与。我们经常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政体的时候，经常分析什么呢？分析这个国家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啊？那么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选票啊，就是说一个政权产生的，或者是一个权力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民主制度的权力来源来自于选票啊，一人一票把它选出来的啊。那么专制制度的权力来源就不是选票，可能是武力或者是暴力啊。那么这种不同的权力的来源，它导致了不同的政体的形成的过程，也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一个政权它的一个政策的运转的过程不同啊。所以我们讲一个国家的政体啊，他们真正的落脚点是哪里？一个国家的政体，它的真正的落脚点就是公共政策啊。公共政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运行的结果啊。所以，其实我们讲独裁也好，讲民主也好，真正的政策落脚点啊，它这个政策怎么样形成，会达至什么样的效果，才能真正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或者是它才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公共政策，我们观察一个国家，或者是观察一个政体，或者观察一个社会，其实最核心的要点是什么？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公共政策啊。那么现在，这封信讲的是什么？这封信讲的是3月2号啊，那么有450名美国的公共卫生、法律和人权这几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啊，那么联署啊，写了一封公开信啊。这封公开信是给谁的呢？给彭斯啊，给联邦啊，其他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啊。这封提出来21条对抗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21条。那么联署这封信发起这封信的是谁呢？是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东北大学、坦普尔大学等这些机构的专家啊。他们还包括什么呢？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大城市卫生联盟等卫生和人权组织的专家，他们联合起草了一封这样的信。这封信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当前美国正在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啊，对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出现的一些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公共卫生公共政策的一个介入啊。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呢？对于公共政策，美国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和一个专制制度国家完全不同啊。你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他还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啊，那么国内已经开始发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开始就关注起来，被公众关注起来，因为这个案例开始增加啊。当这个案例开始增加的时候，媒体开始报道，然后这个时候民主党就在议会里面开始炮轰川普啊。川普就没有办法，他回国来第一件事情就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干什么？马上宣布他委托副总统彭斯来主抓这件事情。彭斯马上就开个会议啊，把各个方面政府部门CDC 啊、卫生部等等啊，各个部门相关的部门的首长抓来开会，宣布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啊。那
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国会把 CDC 把卫生部长找来做一个听证会等等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介入这个公共政策的有哪些啊？第一个有媒体啊，第二个有国会，当然执政的是政府啊，政府在执行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专家啊，各种专家啊，他们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电视里面或者是视频上面很多次是什么情况，其实都是专家在那边讲情况，然后政客坐在旁边听，最后你看 CDC 最后发出来的意见是什么？其实最后政策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好，当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不断的媒体在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检测费太贵，$3000，很多人根本没有钱，付不起会导致什么后果？付不起导致这个疫情发现不了。这就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出现的状况，一定会所有的公共政策，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公共政策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体无完肤、漏洞百出的。问题不在于它这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而是一个公共政策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修正。好，这封信，这个耶鲁、哈佛这些大学的东北大学这些大学的学者和其他各个公营机构、私营机构各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都不是政府养的，他们全部都是有自己的职业，只不过他们在这个领域他们比较优秀，他们比较熟悉，他们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然后在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走出来提出他们的专业意见，而且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它这个反映了什么？这件事情反映了一个美国强大的专业知识的资源，它介入公共事务形成的这种决策优势啊。我等一下我会全文的讲这封信啊，你们看完这封信，大家就会知道一个公共卫生政策啊，在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当中有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然后你可以反看中国啊，反看中国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开始产生一些反应啊，反映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先不让这件事情曝光，然后他内部再请示啊，请示到了哪里呢？先请示到了国务院，国务院再把他们想要做的方案报给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觉得，这个事情太早了，这个时候我们正过年，你这个搞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年都过不好，等等看，疫情，这个整个的措施就被压下来了，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封城的过程当中，已经有500万武汉的这个市民已经离开了武汉，到了全国各地，当然大部分是在湖北省内，于是这个疫情就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啊。这就你看我们经常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后面又持续的在发生一系列的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决策，这一系列的决策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各个层面的人道灾难。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3分天灾7分人祸。什么叫7分人祸？其实7分人祸讲的是什么？7分人祸讲的就是你的公共政策的决策造成了除了这个事件本身以外带来的
灾难之外形成的另外一个我们叫次生性的灾难。可能次生性的灾难比这本身的灾难还要严重若干倍，这就是3分天灾7分人祸的原因。中国毫无意外的每一次天灾都会变成人祸，它的真正的原因背后是什么？就是公共政策。第一个，它在制定的过程当中不透明，不透明，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定。什么叫独裁？独裁就是我单独决策，叫独裁啊。所以我们讲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中间最大的区别其实落脚点落到哪里？除了选票之外，落脚点就是落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第一，在制定的过程，你可以看美国公共卫生事件开始发生之后，公共政策社会各个层面都开始介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你有没有可能犯错？有可能犯错，不断的犯错，但是你犯的错误会很快被发现，然后不断的被纠正，然后不断的有社会的各个知识阶层、专家、各个层面的人开始提出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没有价值？非常有价值。等一下我这封信大家就会知道价值在哪里，然后去修订这些政策，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你想一下，习近平把这件事情压了2个星期，这2个星期武汉出去了500万人，有没有纠错功能？没有纠错功能。最后湖北没有办法，10几个城市同时封城，基本上整个湖北都封掉了。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封信里面怎么讲封城这件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去纠错？没有人纠错，他们只是想办法把那些说话的人摁住。李文亮医生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李文亮就其中一个说话的人，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强的攻击性，不是的，他们不需要别人去介入他们的决策过程，他不想都受到别人的干扰，但是这个不被干扰的决策一定错漏百出在这个错漏百出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自己纠正？有的，我相信是有的。但是问题是，你只有一双眼睛，跟千百双眼睛差别大吗？非常大。而且你想一下，公共卫生政策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级别的问题？都是千百万人的生命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在武汉发生的情况，其实他们在这个一系列的部署过程当中，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1个星期之内，武汉的整个的医院系统全部崩溃了，公共服务、卫生公共服务全部崩溃了。崩溃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治疗。所以为什么武汉会死了那么多的人？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的这个决策的过程非常的粗糙，非常的差，他的没有方案，根本就没有方案，没有方案的结果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到了后来，再往后看，在疫情还没有缓解的时候，大规模的推动这种复工的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今天我收到一个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杭州反映什么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敏感。我们知道浙江是非常积极推动复工的那么杭州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政体之下，有不同的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然后有不同的社会的透明度，不同的社会透明度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造成的后果就是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决策、政策的执行、政策的后果都完全不一样都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再讲一讲，我们先把这个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封信呢，
它主要是针对几个方面啊。他希望的是，就是这封信的诉求方向是如何才能够对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公平、有效、科学的应对啊。然后这封信强调，在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尤其要保护什么呢？保护医护人员、弱势群体，包括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移民、囚犯。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个发展，就一个发达国家怎么看待一件事情啊？看待一件事，它不仅要把它解决掉，它还要公平的解决掉，还要有效的解决掉，还要科学的解决掉啊！这个是非常，这是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问题啊。那么这封信里面讲了，随着病毒在我们社区传播，政府必须采取公平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维护公众信任，以科学为基础，不让任何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掉队啊！这不仅将更好的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而且还将保护经济啊！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封信里面还讲了什么呢？这封信里面还讲了美国私有化的医疗体系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那么你可能无法承担检测的费用，无法享受必要的休假，防止自己感染其他人。那么这封信里面还说一位来自中国，从中国回来，后来出现流感症状的一个佛罗里达的居民去医院，本意是想接受这个病毒的测试，结果在传染病房里，他先接受了流感的测试，结果因为住院和流感筛选，他收到了一张3000多元美元的账单啊。联署的这个学者说，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全面而负担得起的检测，包括没有保险的人。看见没有？他们这些专家，什么叫专家？真的，他们很有经验的人，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意见非常有前瞻性啊，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啊。那么，然后他们这封信里面讲什么呢？讲疫情爆发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4个关键因素。第一，充足的资金；第二，减轻公众的恐惧；第三，对飙升的医疗需求予以公平的管理；第四，为控制感染提供必要的资源。你看哈，这4个重要的因素啊，你看哈，公共资源其实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政府，政府是帮这个整个国家管理公共资源。那么这个公共资源需要什么？当你这件事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一定是首先是讲的是资源，资源可能是钱，可能是医疗物资等等。你可以看到，在武汉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开始资源就不够，马上就已经不够，出现资源不够的结果是什么？一大批前线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倒下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口罩，没有防护服，这就是一个没有准备，或者是没有一个靠谱的决策导致的后果。那么我现在会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跟大家讲一下。当然我不能够全部读，我会边讲边结合中国发生的事情来讲这个公共政策有多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啊。那么这封信呢，是我现在看到这封信是在纽约华人资讯网上面他们的主编叫詹娟做的翻译，我在这里明谢一下。
这封信叫《美国公共卫生和法律专家致副总统迈克尔·彭斯以及其他联邦、州和地方领导人的公开信》啊。这封信是这样。那么前面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从具体的措施开始讲。立即啊，我从这里开始讲吧啊。目前看来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持续人传人已经是不可避免之事，难以预测美国此次疫情爆发的规模和影响，而这次关键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人的反应，它将尤其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支持来做出反应。公平有效的管理激增的卫生保健需求，谨慎的以证据为基础减轻公众的恐惧，以及为公平有效的感染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资源啊，这就是一个美国想要成功的应对这个流行，就必须保护每个美国人的健康和人权啊。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个疫情带来的负担以及我们各种应对措施不会不公平地落在经济、社会、健康状况上，而容易受伤害的人群身上啊。作为公共卫生、法律和人权方面的专家，结合以往应对大流行的经验，我们提出美国应对疫情的原则和做法。所有公共和私营机构都必须通过新的立法、决策、制度安排、领导机制和支出计划来解决下列关键问题。第一个方面，必须为响应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支持。那么这个方面包括哪些呢？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分配资金以确保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啊，并在疫情出现时继续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啊。资源分配不均将危及集体控制的努力，并导致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国会必须拨出一笔重大的应急拨款，用于流行病控制，并由总统签署，迅速拨给处于应对第一线的州和地方行动者。此外，这些新的基金必须不影响现有的卫生和安全网计划，也不影响社会服务计划。这件事讲的重要吗？非常的重要。武汉、湖北发生状况之后，中央政府给了多少钱？给了大概10几个亿，够吗？非常的不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首先出现状况的是什么？首先出现状况的并不是疫情本身，而是其他的基础服务啊。因为当武汉把越来越多的医院划为指定医院的时候，武汉其他的病人就没有人管了，这就是另外一场灾难啊！这就是另外一场，所以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新的基金必须不影响现有的卫生和安全计划，这非常重要，不影响社会服务计划，也就是说，他必须拿出一块新的资源来解决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而不影响原有的公共卫生服务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在整个疫情期间，联邦政府、联邦、地方和州一级机构必须尽量减少对政府活动的干扰，以便继续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公共服务，这个非常重要。维持政府的正常的运转，才能够，政府是干什么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政府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如果政府不能够正常的运转，意味着这些公共服务品会消失，
当这个社会公共服务品消失的时候，很多人会受影响。比如说，如果政府不能够继续发救济金，那失业人口就没饭吃，就是这么简单，那就会饿死人啊。我们讲的是这些啊，这是必须管理激增的医疗需求，保护病人和医护人员啊。这里面讲的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疗体系都将面临沉重的负担，医院必须获得直接的资金和充足的资源，以增强应急能力，处理前线应对需要，还必须特别注意和资助初级保健设施和社区卫生中心，尤其是那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仍然面临资源不足的设施和社区卫生中心。这些提供医疗服务的前线医疗场所需要担当看门人的角色，以防止3级医院和其他急诊护理设施负担过重，需要给予支持，使他们能够发挥这一关键的作用。在这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上的差别。中国的医疗体制是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3甲医院，提供最好的资源是3甲医院，所以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社区中心、社区医疗中心，但是这些社区医疗中心并不能发挥就是这种分流的作用，因为它的医疗资源不足。好，这个建议是什么？这个建议就是说，你除了要把资源分配给应急的这些医院之外，你还要把资源分配到哪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社区卫生中心，他们成为什么呢？他们成为这个看门狗的作用，就是说这些病人先去社区卫生中心，在这里进行筛选，有些人要去哪里？这样的话呢，可以分流什么呢？分流这个三级医院所面临的这个医疗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武汉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在武汉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院内感染，就是大量的病人，他有病没病，他感觉我自己有状况，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往大医院冲，往定点医院冲，冲去之后进行检验。当他在所有的人在那边检验的时候，有病的跟没病的都混在一起，结果大家都得病。其实在武汉发生最严重的感染并不是社区感染，最严重的感染来自于院内感染。院内感染是因为他们集中在一起啊，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所以其实这个建议就非常的重要，而且会把这件事情化解，就是当各个社区发生了有一些人认为他自己有状况的时候，他不是首先跑到医院去，他应该是先去社区。这件事情其实在韩国也是这样发生的，他不会让你先去医院，而是先去检测，在社区进行检测，然后当他发现是疑似的时候，才转到指定医院去，这就避免了院内感染的大规模爆发。其实在武汉的初期啊，最重要的感染源啊，感染场所全部都在医院啊，所以这个建议很重要啊。好，第二，医疗工作者和其他急救人员将是应对的关键，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公平的工作条件，例如卫生保健工作者必须获得适当的防护设备，得到合理的休息，并受到保护，不因其护理传染病人的工作而受到歧视。熟悉吗？非常熟悉吧？你看在武汉发生的什么情况？第一个，医护人员得不到一个合理的防护设备啊，防护叫什么？防护设备啊，就是口罩没有，防护服没有。你看一下武汉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去
去红十字会领那个口罩，被红十字会的人奚落，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看看那些武汉的那些医护人员啊，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正常的食物，他们没有得到支援，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啊。这里面讲的熟悉吗？熟悉哈。医疗保健设施必须是移民免执法区，这样移民身份才会不妨碍人们寻求医疗服务。他为什么这么讲？所以他这些人专家真的很有经验。他就是说，当年在那个什么呢？当年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就宣布类似的这种移民免执法区。这样的话，当有些非法移民，其实讲的是非法移民，当有些非法移民发现他自己也感染了之后，他会没有顾忌的去寻求医疗服务。如果他不宣布这一条的话，那么这些非法移民跑到这个医院去，然后医院就报警说这里有个非法移民，这个人被抓走了。这个消息一传开之后，所有的非法移民都不会去医院寻求求助。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件事情还会爆发出去。所以他们想得很周到啊。决策者必须与保险公司直接合作，让所有受保人都遵守公共卫生建议。为什么？因为保单很重要啊，保单很重要。因为很多私人的保险，它决定了他要付多少钱。如果保险公司的政策和公共政策不衔接的话，意味着什么？要么这个人会多给钱，要么这个人就避免去接受公共服务。所以他要跟保险公司合作，让保险公司接受公共卫生政策的条款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他要宣布这件事情，然后他的客户就会没有顾忌的去接受公共卫生的检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么如果开发出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并且获得它们啊。那么居住近距离生活区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那么这些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养老院，包括监狱，包括拘留所，包括露宿街头的人，还有包括收容所里面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是最容易感染，因为他们就在原地转来转去啊，他不会离开很远。如果这个里面有一个人感染的话，那就一片人都会感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武汉的监狱啊，我们之前是不知道的，因为有一个黄女士不容易发生啊，一开始就已经部署好了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啊。然后这信里面还说，清晰的基于证据的沟通对控制公众的恐惧至关重要啊。我昨天在推特上面看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香港的一个叫什么？他们反正是一个医生在跟一群医护人员做讲座啊，他就在解释什么呢？他在解释他们怎么去理解空气传播和这个接触传播的关系的。那么他说，他们对6个样本进行了检测，最后发现什么？最后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啊，他呼出来的空气里面是没有病毒的，他们呼出来的空气里面没有病毒，反而呢，摸过的地方是有病毒的。这个医生在讲这个过程中讲得非常的传神。他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感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们
就是他们摘除这些防护设备的时候感染，大部分人是这个时候感染。所以他说他们开始呢，就是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脱口罩，这个解除这个防护服，而且他不仅要花1个小时，而且还要让2个人坐在他对面看他脱，然后随时告诉他你要洗手了，你要去洗手。所以他这个视频用非常清晰、有科学依据的说明告诉大家，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这是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个视频，恰恰就是他讲的这句话，叫清晰的、基于证据的沟通对控制公众的恐惧至关重要。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透明度。公共政策必须有透明度，如果没有透明度的公共政策会造成什么？造成公众恐惧。中国恰恰缺乏的是什么？就是透明度。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中国的医生在中央电视台上面讲，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疫情是个什么样的疫情？我们通过我们的检测出1、2、3、4、5，然后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检测，我们理解这件事情应该是1、2、3、4、5。有没有一个医生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这样讲过？没有。中国所有的媒体全部都在政府手里，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个媒体告诉大家真相。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啊！中国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他这个信里面讲，科学需要引导信息传递给公众，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应发表误导性或毫无根据的言论，也不应强迫其他人这么做。诚实、透明和及时的报告事态发展，对保持公众信心与合作至关重要。这封信写得多好啊！然后以最佳科学为基础的清晰、连贯和不矛盾的信息传递，将提高自愿自我隔离和其他自愿社会疏离措施的依从性和有效性。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来告诉大家靠谱的信息，而且很及时，而且很诚实，告诉大家，然后你跟大家讲你要自愿隔离，那么这个有效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相信你。如果你啥都不说，你觉得有人会自愿隔离吗？没人理你，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政府和机构还必须积极防止歧视和将个人或群体当作替罪羊。在疫情的背景下，美国华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社区已经开始面临针对个人的攻击，这些攻击对病毒的恐惧有关，这些攻击与对病毒的恐惧有关。地方、州、联邦官员应大声疾呼，反对歧视和污名化，不要利用这场疫情煽动针对亚裔美国人、其他移民社区和宗教团体的仇恨情绪。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对事态的应有的态度这就是这样。领导人应避免提供虚假保证，并积极采取行动纠正错误信息，特别是那些可能引发恐慌、导致人们囤积物资、防护设备的信息这是关于这个透明度的问题。然后就是必须为公平和有效的感染控制提供支援和资源。最重要的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和经济支持以及明确的教育，让人们自愿配合与预期相关的公共卫生建议。在建议采取社会疏离措施的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
应帮助确保人们能够遵守规定，同时不遭受过度或者明显不公平的困苦。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啊。为了使人们能够配合疏离和其他措施或者隔离或其他措施，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人们免受失业、经济困难、过度负担的伤害。如果要求人们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工作，尽可能留在家中，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应该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激励，要么通过发放补贴，要么通过补偿工资损失，就像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如果人们无法养活自己和他的家庭，他们将不会配合采取自我隔离或者其他自愿的社会隔离措施。对于低工资、零工经济和非领薪工人来说，留在家中无法工作，对他们的经济生存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什么？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这个社会里面的所有的人，所有参与的人，他们所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并针对他们采取措施。这才是一个有水平的公共政策。或者说，当你一开始没有关注到的某一个群体，媒体要及时的发现，这个公共政策应该尽快的调整，达到全面覆盖。这才是一个有公平性的社会，或者这才是一个有失败的公共政策，或者说没有社会公益的公共政策。而中国的大部分的公共政策都是这样的老年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和支持系统被打乱时，他们面临的风险特别大。许多人的资源有限，只能依靠他人的照护。政策制定者在提出自我隔离建议时，必须明确考虑这些人的需要。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呢？这还有很长很长，我就不读完了啊，我不读完了。我讲一个什么呢？最后讲一个，他在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区域封锁和旅行禁令的有效性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国采取的是区域封锁、封城、封小区、封道路，然后是封楼，然后是直接封人啊，封在家里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啊，这一段就讲得很长，区域封锁和旅行禁令的有效性取决于许多变量啊，在疫情的后期也会降低啊，这是它的有效性在疫情的后期是会降低的。那么尽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封城啊，封城令其实在疫情的后期它的有效性在疫情的后期是会降低的。那么最近的一项建模研究表明，在中国这些措施可能并没有遏制这个疫情的传播，只是在其当地爆发推迟了几天时间，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更显著的但不太大的效果啊，就是其实呢，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他们建模的分析是什么？它只是延缓了爆发的时间，而且延缓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天的时间啊，就是这种封城的措施啊。如果社区内未推行这措施，减少至少50%的传播，其效果就更为轻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呢社区里面啊，它的这个隔断
不能够减少至少50%的传播的话，那么这个封城的措施有效性就更轻微啊。那么纵观美国近代史啊，这个疫情的爆发是前所未有的啊。对于如此规模的流行病学事件，没有任何剧本可以参考。为了减轻其影响，你们必须迅速、公正、有效地采取行动。我们敦促各位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并立即采取行动，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尽可能免受这一前所未有的威胁所造成的损害，同时避免因为不知情或考虑不周的应对可能产生的伤害。那么这封信呢，还鸣谢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法学院的学生啊，感谢其他的一些研究员提供的撰写的帮助。然后这封信呢，就现在是在网上，那么每24小时更新一次。那么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专家，欢迎所有的人都去署名，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这封信啊。那么它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包括个人安全、人道的条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社区中隔离所应该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帮助等等啊。它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在这还讲一下，就是说，与强制性措施相比，自愿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更有可能促进合作和保护公共安全性、公共信任，并更有可能阻止避免与医疗系统接触的企图。其实要尽量的避免大家去医院。其实医院是最容易产生院内爆发的地方。要使强制隔离有效，并在科学上、法律上合理，要满足3个条件。你看看人讲啊，就是要强制隔离，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疾病必须在症状出现前或者早期阶段就已经有感染性、传染性啊，就是这个病一开始在没有开始发生症状，它已经会传染，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必须有效并且切实甄别出那些可能已经暴露在这个病毒的人员。第三，这些人必须遵守检疫的条件。什么意思？如果要采取强制措施，那么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开始出现症状之前，这些人就有传染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能够甄别谁暴露在这个传播的途径当中。比如说有一个人感染了，他跑到某一个场合，而我们能够切实的甄别出哪些人在这个场合当中能够甄别出来。如果不能甄别，你怎么强制隔离？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这些人必须遵守检疫的条件，就是你也得让他去遵守，去给他去检测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那么这封信呢，我看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啊，我认为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件事情还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啊。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将是2020年最重要的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第一，它的发源地是中国。我今天看到一封信，昨天其实这两天以来，其实有一些信息，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回应啊，没有太多的回应，是因为新闻还是跟着新闻赶着新闻走。那么这里面有一封信是什么？有一封信是叫就是新华社从一个公众号里面引来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公众号叫黄生看金融啊。
那么他这封信的标题叫理直气壮，世界应感谢中国啊。那么最后一段，我就说一下最后一段。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新华社，也不是人民日报，是这个叫黄生看金融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看这是个什么人啊。他说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可以说，中国以一己之力，硬生生地将新冠肺炎挡住了很长时间，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经常讲，人不可以没有良知啊。那么你可以看这个黄生，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就是这件事情起源于中国，而且中国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后果导致这件事情传播了全世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让美国人向中国道歉啊？道歉什么？然后全世界还欠中国一个感谢，感谢你把这个病毒传染到全世界嘛。就人可以无耻，但是不能够没有底线的无耻啊！就这件事，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现在，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这个国家卫健委啊看这个新增的这个案例，因为我觉得那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但我今天我就看了一下情况是什么呢？情况是全国新增的确诊案例是139，那么其中有134是湖北，那么浙江有2例是境外输入，那么另外3例就没有说明啊。那么死亡的病人是31人，那么全部都是在湖北，其中有23个是武汉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这是现在的情况。然后卫健委3月5号卫健委官网发布了一个什么呢？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就开始唱红戏了啊！同时就追授李文亮个人先进称号。那么然后先进集体有全国的先进集体113个，472个先进个人啊，大概是这样。就是又是开始做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然后呢，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还发生了一件，就是副总理孙春兰到武汉青山区开元公馆，这是一个小区，开元公馆是个小区，视察这个疫情防控。那么就是物业公司不让业主下楼，然后就是他们就在底下走一下。视频上面是这样，视频上面就是楼上就有市民在喊，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当然这个孙春兰也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有些事情发生在中国很多人会讲，哎，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见怪不怪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些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不对就是不对，不能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就可以容忍，这才能够，我们经常讲，我做什么能够让中国变得好一点至少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些不对的事情，不对就说它不对。不要自作聪明的用那种嘲讽的态度，好像自己很幽默。我在推特上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我每次都去纠正他。大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去纠正这些事情，让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人看到一个不正确的事情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评价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
发生在中国太多的事情匪夷所思，所以很多人用一种嘲笑或讥讽的态度来讲它。我不喜欢用反问，我也不喜欢用反语啊，我喜欢用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表态，这个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的反话可能别人会真的当真话来听的。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处于不同的认知水平的人群，我们要考虑所有的人群。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不是为了贬低中国啊，就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以前的评论里面经常有五毛来说我在贬低中国，抹黑中国，不是的啊。我也不喜欢喊口号啊，我经常有很多的海外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喊口号啊，打倒这个，推翻这个，我也不喜欢喊口号。我希望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我希望做的是，那我们如果讲它不对，你一定要告诉别人它不对在哪里，它有什么影响，它为什么会不对，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真相是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他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其实我们前面有个视频讲南韩啊，讲韩国应对疫情的一些做法，然后就有人冲上来说说什么呢？说你看韩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疫情，你说的不对。其实这是错误的啊！我不是说韩国做得很好，我说的是什么？韩国在这部分他做的是对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中国在这部分做得很差，非常烂。你看一下，正常的做法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说韩国到底做得有多好，任何一个公共事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相信，都要怀疑他做得不对，一定要去质疑他。这样的公共政策才会不断的完善啊！今天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公共政策它好吗？当然不好，一定要去骂它，所有的人都要去骂它，这个公共政策才会变得更好，才能把错误的地方纠正过来。这封信写得好吗？这封信写得非常的好，非常有价值，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封信。这封信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公共政策？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公共政策？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介入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这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你反观看一下，在整个疫情从头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说过一句话吗？有没有提供过一个建议？有没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个行动？我们之前讲钟南山啊，当然他是官方的啊，院士。你看中国有那么多的院士，中国政府养了那么多的人啊，有工程院，有社科院，各个，他们有没有走出来指出来我们现在的公共政策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进？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中国会出问题？我们大部分遇到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我们大部分遇到的状况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讲中国在很多地方上有问题，我们一定要讲它问题是什么，它背后为什么造成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往上追到底都是独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只骂他独裁，因为骂来骂去都没有意义，因为永远是在骂他，而是你要搞清楚最远处的那个独裁的问题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公共政策的，它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大家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所有的人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独裁，为什么要推行民主。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不民主的话，你真的可能没有饭吃，
可能连命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题目的真正的动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那么下面进入互动阶段啊。进入互动阶段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我在这里例行公事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支持我们加入会员啊，好吧？那我鸣谢一下啊，鸣谢一下，silent， 谢谢啊。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王先生延长半小时的互动时间，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我的嗓子好像有点问题了啊。我们还是半个小时吧。哎呀，我们已经到时间了，这是1个小时了吗？我们延长半个小时吗？延长15分钟吧，我声音有点支持不了了，好吗？延长15分钟吧，好吗？观点，王先生今天的话题太好了，让国内的同胞了解美国的制度，具体操作是非常必要的啊。制度的好坏，看他是否能够自我纠正。美国的吹哨人遍地都是，这就是民主的优势啊。观点，说 CDC 有问题的人，大概真的完全不了解美国实际，每个州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才叫美利坚合众国。真以为全世界都像中国中央不公布，地方就不能说啊？这不是 CDC 不公布，而是各个州自己在报啊。CDC 自认标准不统一，反而让墙内都高潮了。不过大家一乐也挺好的啊。是的，每个州都在公布自己的情况。不过我觉得美国 CDC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他们按照一个统一的时间，比如说12点钟，我把各个州的情况我统一搜集过来，统一公布也不错啊。它 CDC 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公共政策每个人可以发言带来的一个局面啊。观点，美国联邦制，每个州可以决定自己怎么做，没有中央决定。我所在纽约州，州长已经宣布检测和治疗全部免费啊。情况，彭斯新闻发布会到这个周末提供100万个检测盒，各个州的卫生机关和大学的实验室都可以进行检测，已经通知各医保公司 Medicare、Medicaid 支付检测费。彭斯下午去华盛顿州了解疫情和明尼苏达州 3M 工厂啊。观点，王老师的分析，清晰分析，把我从最近铺天盖地对韩国、意大利、美国疫情的新闻里拉出来，谢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程度的偏见，但是您对事物的陈述和分析像钟表一样清晰，这才叫媒体。谢谢你的肯定啊。观点，美国的防疫是深入生活的，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小朋友进门洗手，喷嚏、咳嗽、喷嚏要用手肘挡着，有病疹就在家里休息，反对抱病上课、抱病上班，这些措施可以切断不少传染。观点，美国人没病不戴口罩，这是经过专业人士研究过的，做过很多测试，发现只有洗手可以防病毒，因为在美国生病的人是在家里休息的，所以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观点，美国很多主流媒体请了很多专家医生谈需不需要戴口罩防病毒，一致意见是只有病患或者与其有密切接触的人才需要。原因是认为口罩是防止患者传染给健康人的措施，而不是健康人的有效防范措施。但我认为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对，如果感染者有明显症状或者未发病，不具有传染能力。不对，因为这次病毒不同于以往的病毒，很多人感染后没有症状或者具有超强的传播力。能戴口罩还是尽量戴，因为有可能有很多隐形传播者。观点，
美国这边的公共安全预防道理，出门戴口罩了，那就表示你一定是不舒服或者是生病了。接下来，那你就应该首先去看医生，其次就是待在家里。如果是戴着口罩还逛街去公众场所，那就应该被另眼相看啊。有的戴口罩，华裔戴口罩在公共场所被喊回家去，这并不是歧视啊，这只是公共意识啊。观点，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我看到的情况是，决策制定者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常识和经验。曾经发生过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带来经验的积累和决策上的反思。除了最高决策层以外的各个部门，自组织能力完全丧失。外行领导内行，内行不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多说一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内容非常空洞，被选上来的工作者极有可能本来就不具备相应岗位所需要的公共事件管理能力。你说的是中国对吧？OK。观点，我觉得欧美日韩的政府各有各的问题，肯定不是什么好的，肯定不是什么都好的。但民众不断的批评，要求不断改进的是重点。比如之前说美国检测花钱，现在很快就免费了。还有就是对人本的关注，并不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甚至包括病例的隐私权。坐标美国，昨晚我亲戚说美国要爆发，小心。我说好的。他问防护用品买到了吗？我说口罩1月份就被华人买光了，寄回国了。他说不够的话我们寄给你，还说戴口罩因为飞沫的传播。我说好的，没有多跟他解释。我认为不要以自己的世界衡量他人的世界，即便对方看到的世界比自己小，因为彼此在不同的世界。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没有办法相互了解，理解对方的爱就好了。这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非常有智慧，我觉得这说的非常的好，只要理解对方的爱就好了。观点，美国和中国有个不同的之处，就是美国一直强调不要仇恨 hatred 和分裂 division 但中国一直煽动仇恨情绪，比如美国很坏，台独很坏，香港游行是暴徒，全是仇恨的种子。观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韩国疫情防控那期，我就觉得中国相差有点多。这期下来，深刻地感受到民主的绝对优势，也看到死犟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习总书记带领着中国在制度优势上的不归路越走越远。观点，从他们开始说要复工，我就知道马上人数要降低了。果然没2天，每天人数都在降低。紧接着他们从大力报道赞扬某个地方零增长，就可以预见接下来大家都要争当零增长。果然没多久，各地都零增长了。反正从头到尾他们都不说实话，所以他们的数据早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关注国内的人数了，没意义。是的，我也是一样。观点，回复今天直播区脑残5毛。1，外国人没有看不起国人。2，墙外没有看不起墙内的。3，墙外看到的真相是墙内被洗脑的人看不到听不到的。4，墙外言论自由，在墙内一个没有法治民主的地方，你赚再多的钱，自我感觉再好，有什么用？你现在看到国内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油管 UP 主，除了天天直播炒菜蒸馒头做包子埋头吃饭，不敢说一句话。告诉大家现在什么情况？他们是在无声的展示他们的楚门世界。非常棒。观点，
美国人民不担心，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医疗体制有信心，相信他们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变和管理能力啊。观点：党和国家是两回事。共党长期的宣传就是让大家分不清，说什么爱党就是爱国，但为什么党等于国呢？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国家强大，我们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才能，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才能更好的生活，但爱党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和爱国没有关系。爱国才会聊中国，才会痛恨这个党其实不爱国，更不爱中国人民，不怜惜生命，只爱他的政权。党本应该是服务人民的，不是吗？可现在却让人民连多评论一句话都害怕被请去喝茶，这个样子的党已经不值得拥护了。提问：新华网说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太不要脸，太无耻了。感谢中国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吗？同问。观点：今天墙内看到很多帖子，说世界欠中国道歉，本人体制内工作，周围同事也说有错也不能认，不能向美帝低头，世界没有对错，只有强大武力说了算。我感觉自己很孤独，不能表达自我，同事也没有能说真话的，好痛苦。不必痛苦，你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看到了那个真的，对吗？为什么要痛苦？观点：有些人天天帮组织骂美国，却从来不想为什么他们组织为啥把家属财产送往美国。观点：民主制度也要看什么人在实行，看看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称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关键还是人。我们是这样的啊，民主不能当饭吃啊，但是不民主可能连命都没有，但是你能理解这个话吗？观点：中国在公共政策上的研究点不同，大概在90年代末，社科院提供了一份对后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民变直接原因并不是严重的贫富分化，而是集中的流民潮。流民潮可以聚集巨大的破坏力，破坏力决定于流民回归的难度、流民的组织力、原住民的反抗力度。一句话，中国的公共政策只有一个决策方向，就是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现在还要加上一条，会不会侵害寡头的利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好，最后一个啊，读给大家听一下。媒体对于普通大众的价值就是追求真相，公布真相的本能，因为他们也是普通大众的一份子，最终让广大普通大众的觉醒给政客施加压力，形成对抗，最终达至平衡。说白了，就是普通大众人性和政客人性的对抗。任何一端失去平衡，都代表着人性的丧失。中国缺失了对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媒体监督。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今天的时间超过了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非常想让大家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啊，给我点赞啊，为什么？因为尽量多的点赞会让平台推荐我们的视频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信息给更多的人看到啊，所以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给我们提供支持啊，因为现在的黄标的状况非常的严重。那么我再提醒一句啊，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不在就恢复一下，好吗？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